我们难得去一次上海，肯定得尝一尝正宗的本帮菜，是不是？这次选的这家餐厅叫福1088，是米其林1星推荐，据说是民国时期老洋房改造而来的逼格师傅。除了吃以外，还能体验旧时期达官贵人的吃饭环境，让我们非常好奇。这餐厅还挺火的，我们当天订的位也只有8点才有位置。餐厅的门面非常低调，没有招牌，路人只是看见一个平平无奇的拱门，但只有走近了才会发现满墙贴着的米其林推荐。我们虽然是准时到了，但前面那一桌达官贵人还没走，所以就让我们先去休息室等待。在店员的带领下，人行道上走了几步，转入了一个低调的小弄堂，里面等待的就是其他8点开饭的食客，给我们倒了白开水解渴。这个休息室装潢也不马虎，古典的木质家具配上出挑的可口可乐易拉罐。在这个安静的氛围，我们可以先看看餐牌。这第一页就在提醒你，他们是一家有底蕴的餐厅，跟那些网红营销店不是一个级别。价格粗看之下也不算很贵，大多数也就是200到500区间。考虑到上海的消费水平，没有把顾客当水鱼来宰，所以人家难定位也是合理的。经理在休息室帮我们点完菜，就带我们入座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原来每一张桌都是一个小包间，这个桌子估计能坐4、5个人没问题，给我们2个人坐就有点吃亏了。包间里的光线偏暗，风格还是低调逼格风，墙上有2幅油画，一边是个美女，再看另一边的建筑，门旁边还有2个凳子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给佣人坐的位置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就上了哈密瓜。发现上海这边好像很喜欢餐前吃水果，是不是觉得餐前吃就能变得像这叉子这么纤瘦呢？我们点的第一道菜是脆鳝，口感是脆的，上面有薄薄的一层蜜糖，不会甜得发齁。不过吃多了呢，还是觉得有些腻。分量对于2个人来说比较大，但整体口感、味道都挺不错的。接下来是荠菜豆腐羹，里面有蟹肉碎，感觉味道呢整体就是比较家常的，荠菜的比重比较大，所以土腥味盖过了蟹肉的鲜甜和豆腐的香醇，也可能是我吃不惯这种做法。接下来是蒸石鱼，这里的招牌菜，它不是清蒸的，而是加了火腿、笋片还有花雕酒，所以这下面的汤是金黄色的。石鱼的鳞比较硬，我们后来偷偷尝了2片，觉得乏善可陈，口感不行，鲜味也没有，所以当地人都会把鳞剥下来只吃肉。看看人家这娴熟的手法，估计每天剥10只才能练出来吧。这鱼肉粗看下去比较鲜嫩，鱼骨很细很多，所以要专心吃，才不会被鱼刺卡到喉咙。点菜的时候，经理还说张爱玲爱吃石鱼，但恨刺多，一下子让我们这个老宅吃鱼的动作有了文艺气质。他们这鱼的调味真是一绝，虽然加了这么多配料来蒸，但总体调味跟鱼的鲜味能达到平衡，不但能吃到鱼本身的肉鲜味，上面还有花雕酒特殊的香气，味道不浓，但已经够我们念叨好几天了。下一道菜是海参汤，这道菜主要就是吃海参，那个汤就一般般，比较清淡，单喝还行。
但是因为海参本身没有味道，所以吃起来就非常寡淡。海参的口感很脆且坚韧，不太好咬，所以嚼半天它的颗粒度还是没下来，估计要影响吸收了。这个点心是经理强烈推荐的海苔腰果酥，新鲜做出来的，表皮很酥很烫。咬开之后，里面是浓郁的海苔香气，以及腰果那低调的油脂香，味道非常有层次感。因为做的比较厚实，吃一个就已经非常顶饱了，剩下的我们就打包回酒店当宵夜了，肯定是不能浪费的。这顿饭2个人吃了1000多，人均500左右，在米其林1星里面算是比较亲民的了。我们看看最后的残局吧，蒸食鱼基本吃完了，这是本场的 MVP。海苔酥剩了一个打包带走，排第2。脆鳝也是好吃的，主要就是分量太大了，我们吃不完。海参汤和荠菜豆腐汤就比较失望，算是乏善可陈。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，食物的质素和环境都不错，蒸食鱼非常有特色，价格也不算贵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